今天在北京，原本只是路过中华世纪坛，却碰巧看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展览——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。其中有6具金木乃伊和100多件稀世藏品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想着去玉渊潭逛一逛，路过了中华世纪坛。真是真火呀！圣火！中华世纪坛就在玉渊潭公园的南门。圣火火种取自周口店猿人遗址。记得这个中华世纪坛是为了迎接21世纪新千年而兴建的。隐隐约约还记得当时好像参加了这里的一次活动。这是广场上的中华故土地图，地图里每个省份都选择了各省份的土壤。这个世纪坛是免费开放的，现在整个广场上有个露天的摄影展览。大部分图片都是祖国的壮美山河，很庆幸自己几乎都去过了。圣火广场向北，一条270米长的青铜甬道，从南向北镌刻了距今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2000年的时间纪年。上面用文字记载了7000多条重大历史事件，几乎每一年的事件都有，一直到公元2000年。走在上面，犹如穿越了岁月时空。感觉今天又包场了。从高处可以看到旁边的中央电视塔，南面的北京西站，前面的台阶上耸立着一根高达27.6米的时空探针。目前的中华世纪坛实际主要是作为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来使用的，里面一共有2层，进去来看一看。这个是走廊上处理的一些历史人物雕像，道是老子，人应该是孔子，兵应该是孙子，骚应该是屈原，史记应该是司马迁，仪是地球仪吧，张衡，纸是造纸的，造纸应该是蔡伦。这个是书应该是王羲之，书法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。5000年悠久文化和历史。这是梦是曹雪芹，应该鹿应该是詹天佑。这个翼是齐白石，看着是齐白石，这应该是蔡元培的像，这应该是鲁迅的雕像，这都可以看出来了。细应该是梅兰芳，这个美应该是徐悲鸿的样子，这像梁思成，这个很敬佩的梁思成，应该是冼星海吧。音乐，这个数学的华罗庚，这核应该是原子弹了吧，邓稼先。就是这些人。还有没想到在这里还遇到一个非常珍贵的展览。黄金木乃伊，原来这里有个黄金木乃伊的展览，而且是木乃伊珍品。我去过2次埃及，对于埃及的印象很深刻，尤其是它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。
包括当时去他的博物馆看的木乃伊展览。没想到现在不用出国门，也可以来这里看一看。这个大规模的木乃伊展览都是2000多年前的，除了木乃伊，还有100多件古埃及的稀世珍品。这是个埃及女神，做工都极为精美，像是各种雕像、石碑、玩具。石碑，这是公元2世纪的木乃伊。古埃及人对死亡的理解和我们不同，他们认为死亡是暂时的中断，死者经过特殊仪式准备可以获得永生。于是当生命结束，人便被制成木乃伊，以获得与神同列的资格。在古埃及的神话中，黄金被视为象征神奇的躯体。古埃及人为逝者镀上金色肉身，以表达对永生的迷恋。这是公元1世纪儿木乃伊，镀金的石膏亚麻布。这是展览的其他一些艺术珍品，这些基本都是木乃伊上的面具。这是个女性木乃伊，面具。面具也是。这些面具并不一定是逝者本人的肖像，都是比较完美的人像雕像。整个木乃伊的构成是分几个层次，先是木质的棺，就跟棺材似的，里面是包装精美的木乃伊，里面是亚麻布包裹的尸体。整个木乃伊包装非常精美，首先有头像，这是画像，镀金的木乃伊看上去像是个艺术品。包裹的布，这是脚底，有盒，这是外围。打开外围，里面才是包裹的实体，是里面的肉体。这是一具完整的木乃伊。古埃及人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木乃伊让自己得到永生。非常精美的镀金面具，在埃及的博物馆里有很多纯金的面具。这好像是玻璃开的木乃伊的画像。这是木乃伊的面具，镀金的。这是木乃伊上面的肖像，这些肖像都已经历经了2000多年，是由热蜡和颜料混合在一起，在薄木板上绘制而成的。这也算是现存最早的肖像画了。
这就是木乃伊上面的肖像画，非常逼真的效果。脚也是硬。这里展出的6具黄金木乃伊都非常精美。来看一看这个木乃伊棺的构成，这是给拆开的，类似于我们的棺材，上面可以打开。上棺木里面的木乃伊有面具，各种丝布缠绕的。在埃及的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很多干尸，不少还是3000多年的不朽干尸。在所有人的眼中，古埃及这个古老国度一直是神秘的。这次100多件古埃及珍贵的文物可以说揭开了一定的面纱，让我们有机会亲自感受古埃及多元而神秘的文化。这个展览目前是在中华世纪坛的展厅，门票是138。后门出来，现在从展馆出来了，感觉还是一次意外的收获。从这出来，北边就是玉渊潭的南门，准备进去逛一逛。这里是北京的太庙，一座世界上最大、最完整的祭祖建筑群。这里的正殿竟然比故宫的金銮宝殿还要高大，殿内有68根金丝楠木的大柱子。这里游客很少，今天带大家走一走。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北京的太庙。说到太庙，可能很多人不清楚，其实就在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。当时建紫禁城的时候，同时还建了太庙和社稷坛，这2个地方就是位于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和中山公园内。和故宫的人山人海相比，这里几乎没有游客，门票只有2块钱。不过还是建议大家买10块钱的通票，可以去参观正殿。目前参观太庙需要提前1天预约。这是从南门进来的情况，有很多古树。太庙也是建于明代的永乐18年，也就是1420年，至今整整600年了。这个皇家太庙是明清2代皇帝祭祖的地方。解放后，这里改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。现在的公园里还树立着一些先进人物的光荣榜。今天不是游客少的问题，是几乎只有我一个人。这里有一棵神柏，据说是太庙始建时由明成祖亲自手植的第1棵树，距今有600年了。前面有座琉璃门，进了琉璃门就是整个太庙了。前面看到的是太庙的正门，叫戟门。这个戟门从造型来看，更像是一座殿，雄伟俊秀。戟是古代的兵器。明清的时候，这个门内外放着8座红色戟架，每座戟架上插着15根戟，一共120支。
不过1900年的时候被侵华的八国联军掠走了。这个就是戟门。在戟门前的广场上，还有一些景亭、神厨、神库。我们现在从戟门旁边的侧门进去，从这个门进去就可以看到太庙的主殿，一共有3重大殿。这是进去的第一个大殿，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。这第一个大殿叫享殿，享受的享。大殿的两侧是东西配殿，这个是东配殿，面阔15间，里面供奉的是有功的亲王牌位，其中包括有多尔衮、奕欣等13人。我们在很多电视剧里听到过配享太庙这个词，在更早以前，太庙里只供奉皇上的牌位，后来经过皇上允许，有一些皇后啊、亲王啊、功臣呀，也可以把牌位立在太庙，就是放在这东西配殿里。这是西配殿，里面供奉的是文武功臣，有张廷玉、傅恒等等。现在面对的是享殿，也可以称它为前殿或大殿。享殿是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，面阔11间，相当于68米，高度是32.6米，比故宫的太和殿还要高2米。我们上去看一看这个太庙的大殿。大殿上方有个牌匾，2米多高，写着满语和汉字太庙，字的四周刻着9条龙。现在进入大殿，这应该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座宫殿了。里面有68根金丝楠木制作的大柱子，整个大殿金砖、金顶、金丝楠木3金特色。大殿里的整个颜色比较古朴庄严。难得一个人来参观这巨大的宫殿。大殿里还展示了一组青铜编钟，叫中华和钟。这金丝楠木的大柱子直径足足有1米多，高度有13米之高。整个大殿可以说是非常震撼，光是这些金丝楠木就已经价值连城了。现在中间的金丝楠木柱子都被保护了起来。如果在北京，一定不能错过来参观这个太庙的正殿。离开太庙的前殿，往后走，后面还有中殿和后殿。
很奇怪，周末这里竟然没有游客。这个就是前殿和中殿之间的小广场，左边的就是中殿，也叫寝殿。寝殿面阔9间，也就是长62米，宽20米，高22米。平时这里供奉着历代皇帝、皇后的牌位，在清末的时候，这里供奉着努尔哈赤等11代皇帝和皇后的牌位。这是旁边的配殿。继续往后走，后面是后殿。去后殿还要经过一道门。这个后殿是始建于1491年，大小和中殿是一样的。这个后殿也叫挑庙，这个字不常见，很多人应该念不出来，所以直接记住后殿就可以了。这个后殿是供奉皇帝元祖牌位的地方。3大殿逛完，后面有个小门，出来又是一大片古树。太庙里的古树以柏树居多，基本都是距今300到500年之间的历史。这里也有一棵明成祖亲自种植的柏树，直径5.5米，树高13.5米。太庙的后面就是筒子河，对面就是故宫。还能看到午门旁边的建筑。这也是一棵奇怪的古树，树上面长了一棵树。说来也巧，10多年前我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办过工，所以对这里的很多地方很熟悉，也很有感情。这是公园里的九龙柏。最近10多年，北京对文物古迹保护得越来越好，很多地方通过维修复建，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。即使是像我这样的老北京，也不敢说北京所有的地方我都去过，很多地方真的又变样了。北京真的是个旅游宝藏之地，以后有机会我也带着大家重新游览一下北京城的边边角角。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是59年北京建的10大建筑之一。这也是时隔30多年再一次来到军事博物馆，因为很多网友让我来拍一拍军事博物馆。参观是免费的，需要提前1天预约。拍军事博物馆其实不是很容易，因为里面展品太多，很多精彩的内容基本是不能够播出来的。现在进入军事博物馆，这个是入门的大厅。目前军事博物馆可以参观的有3层，每一层的展品都非常丰富。我们先进入1层最大的场地。参观军博可以带包，可以拍照录像，但是不能带自拍杆、三脚架和专用的摄影设备，这些东西需要寄存。进入1层的场地，首先看到很多巨大的飞机，这个是最醒目的，中国造的一个轰炸机。
这里允许拍照，主要也是因为这些武器大部分已经退役了。这个轰炸机大概长和宽都30多米。这是一架苏制的歼击机，在抗美援朝过程中立过大功，击落过9架敌机。抗美援朝，这也是一架苏制的轰炸机。这个最高的是东风2号导弹。这里还有一个东风1号导弹。强击机。来军事博物馆，除了一部分军事爱好者之外，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孩来的。93年定型。这是一架中国造的歼击机。这个是60年代我国击落美军的无人机侦察机，当时我们击落过10几架这样的侦察机。军事博物馆的面积非常大，参观的时候最好带个导游图。这个是防弹汽车，毛主席和朱老总都用过。这个是很珍贵的镇远号的铁锚，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用的，这个被日本缴获，后来还给我国了，重4吨。这是1层的一个展览。1层的主要展览的东西基本都是空军的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专题展览，之后来参观。这些都是空军的一些飞机，还有一些无人机。我们现在先来到负1层。过道上摆着的是开国大典的礼炮。地下1层主要都是展示的陆军的武器，都是各种坦克、大炮之类的。这是重型坦克，美国造的重型坦克、中型坦克，苏联造的抗美援朝。这里展览的坦克的数量、大炮的数量非常多，但很多都是苏联造、美国造、德国的、日本的，甚至法国的。高射炮是50、60年代的。上次这个就是高射炮，这是新农校的临时爆炸案。加农炮。72号的地空导弹，美国造榴弹炮。这是地下1层最重要的一个展品。日本缴获的，这应该算是从日本缴获的战利品，但是也是我军的第1辆坦克。解放战争时立过大功，开过大典也出现过。美国造的水陆两用坦克。地下1层除了场地中间的一些展品，还有展厅。
这是陆军的重武器展厅，坦克、火炮、装甲车。火力范围可以看看啊，坦克5公里，迫击炮10公里，榴弹炮40公里，火箭炮90公里，主战坦克，国产的大坦克。这里不但有实物，还有非常丰富的图文展览，可以算是个科普知识吧。像这些各种大炮有什么区别？这是另一个展厅，也是陆军的装备，是陆军的航空兵武器装备。其实我也不算是个军事迷了，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参观也是一种学习。大口径的机枪，看看冲锋枪，这是轻武器展厅。地下一层的陆军装备武器还是非常多的，这些武器装备基本都可以拍照拍摄，应该也可以播出来。现在来到了2层的展厅，这是从2层望向1层大厅的各种大飞机。整个2层四周有几个专题展览。现在进入的这个展厅都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些陈列。一般这种展厅里有一些东西可能不能公开，我们挑几个比较有特点的。这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图文和实物展览。朱老总南昌起义时用的叶挺用的军刀，贺龙佑的怀表，平型关大捷。很多的实物展览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。看看这个380步枪，这些珍贵的武器都是博物馆的1级品。毛泽东的题词，是伪证律，这是旗的题词，毛泽东的印章。这些图片真的是太珍贵了，在国博都看不到。2楼除了这个革命陈列之外，主要展览的都是海军的装备。这是一艘航空母舰的模型。2楼除了海军的展览，还有2弹1星核工业的展览。现在又回到了1层，1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，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。1层这个是建党100周年的一个革命陈列展，本来想单独做一期，但都删除了。这是朱老总用的手枪。南昌起义时用的。这是叶挺用过的指挥刀，也是非常珍贵的。这是毛爷爷戴过的草帽，锁都是他用的。
一层进门的2个展览面积都非常大，这些都是开国的10大元帅用过的东西，有很多武器都是他们亲自用的。不过这里很多珍贵的图片，这是毛爷爷用过的枪，涌现出的很多英雄人物。雷锋的入党申请书、驾照，朱老总的亲笔题字。1楼除了建党100周年的革命陈列，还有一个很值得看的是抗美援朝，尤其是前阵热播的电影《长津湖》，我觉得这里更值得大家来参观，可以载入史册的抗美援朝。这里有非常丰富的长津湖战役的图片和文物展览。有不少非常珍贵的照片，真是可歌可泣的时机，展现出来的战争之残酷令人震撼。长津湖作战记录和我军的简单装备相比，这是美军的军靴、羽绒服的被子，而我们的战士有不少都冻死了。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图文展览，对现在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幸运。我们在很多电影《上甘岭》、黄继光的故事里看到的东西，这里都可以看到实物，这是黄继光用的东西。这里的照片实在是太丰富了。这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后方的人员，当时可以说是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。很多文艺界人士，这是梅兰芳在前线义演，为战士演唱《贵妃醉酒》。这是越剧名家常香玉义演，捐了一架飞机。看完这些展览，真的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太震撼了。有机会一定来参观一下这个军事博物馆吧。